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最近巴伦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美元会成为伊朗冲突的意外赢家吗？这场现在进行时的战争背后是美伊双方积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对决。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冲突，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因为能威胁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的战争还真是不常见。但是现在的这场军事冲突却被普遍认为正在给统治全球半个世纪的美元做一场生死攸关的压力测试。这才是硝烟背后这场冲突的终极博弈，真正的货币战争。市场普遍认为，美国与伊朗开战会使其经济实力的核心支柱面临风险，但也有分析师对此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觉得，如果特朗普总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最终这将巩固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所以现在似乎有两种观念，一种是美元会被这场冲突强化，霸权更稳固，成为意外的赢家，而另一种是冲突将直接点燃去美元化的导火索，加速全球货币多极化，甚至有可能成为石油人民币崛起的开端。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半个世纪之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元已经是世界货币，但它的霸权逻辑跟后来完全不一样。因为在70年代这个分水岭之前，美元挂靠的是黄金而不是石油。二战结束后，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跟黄金挂钩，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这时候的美元被叫做美金，因为它背后真的有黄金托底。但是因为越南战争，重点来了，也是因为一场消耗巨大、开打容易收场困难的战争，美国开启了疯狂发债、疯狂印钞的模式。那当然，之前我们在讲现代战争的隐形账单那期就说过，自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并且成为美国国债的托底买家之后，美国所参与的所有战争就不用完全依靠自己买单了，而是可以通过发行美债以及输出通胀、全球融资来让全世界一起买单。只要是使用美元结算，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就在分摊战争的费用。那作为越南的前宗主国，法国就不太乐意为美国的越战买单。要知道，越南以前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核心，二战后法国还打了好几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想保住这块殖民地。结果奠边府一败，法国灰溜溜的撤了，美国接盘，还搞出个旷日持久的越战，而且越战越打越烧钱，全世界包括法国还得分摊通胀，一起出钱。于是戴高乐第一个撂挑子，公开发话，你们美元印的太多了，根本没有那么多黄金，这就是骗局。于是1965年的冬天，法国派军舰满载美元到达纽约港，按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等值黄金，由海军护航运回巴黎。关键，法国这么一带头，其他国家还跟风，最狠的就是西德，运回了整整1600吨的黄金，还有瑞士、英国、西班牙、日本。看得出来，当年西方阵营的小伙伴们是一点也不想替大哥的越战 AA 买单呢。接下来的5-6年，美国的金库被搬空了1/3，黄金哗哗的往外流。直到1971年8月，英国一口气要求把30亿美元的黄金从诺克斯堡挪到纽约，准备提走带回英国。当时美国整个金库也就值100多亿美元黄金，这一笔就占了美国黄金储备的1/3。所以8月9日，英国大使正式提出兑换申请。8月15日，尼克松就立刻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结果是英国的兑换申请被当场作废，1克黄金都没有提走。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这么被这波全球跟风挤兑给干崩了。美国国库里的黄金是保住了，但是美元保不住了，美元对欧元、日元、英镑全线大跌。当时就有很多人预言美元要完蛋了，世界货币的地位保不住了。
所以美元黄金体系的崩溃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深陷越南战争这场无法抽身、投入巨大的无底洞。越南战争打了20多年，从最初的顾问介入到后来大规模派兵，战线越来越长，伤亡越来越大，开销更是天文数字。这段时间坊间盛传美国在调兵遣将，即将和伊朗决战哈尔克岛，结果最近很火的江雪清老师在一个采访里就提醒说，越南战争最初也是从美岛、鱼岛这样的小岛开始的。1965年3000名美军登陆越南岘港，4-5年后就变成50万大军深陷泥潭，而美国政府为了支撑越战，财政赤字一路飙升，最后还差一点把自己的货币搭了进去。为什么说是差一点呢？因为在美国和黄金脱钩仅仅3年后，1974年6月，美国跟沙特达成秘密协议，美国给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帮助沙特守住政权，抵御外敌，而沙特则承诺所有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从那以后，任何国家想要买石油、买天然气，都得先换美元，美元就此跟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绑定，世界货币的地位又稳住了。这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美元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美国军事安全保障的等价交换品，就是保护费。理解了这个根基，咱们再来看看现阶段的2种声音背后的逻辑。首先，咱们来听听第一种声音，美元会成为最终赢家。伊朗冲突爆发，美元反而会被强化，甚至巩固霸权。首先，安全协议的本质决定了冲突只会让各国更加依赖美国。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东是全球石油粮仓，霍尔木兹海峡卡住了全球近1/3的石油运输咽喉，这里一乱，油价暴涨，全球能源供应随时可能断档。而这里的安保费那是相当的值钱。在石油美元体系里，美国卖的从来都不是美元，而是安全。你用美元买油，本质上是交保护费，换美国海军在波斯湾巡航，换你的油轮不被袭击，换你的能源通道畅通无阻。而伊朗冲突一爆发，中东局势彻底失控，小到海湾小国，大到欧洲、日韩这样的能源进口大国，都会下意识地意识到，只有美国有这个军事实力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能源供应稳定。这种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会直接转化为对美元结算的依赖。大家不敢不用美元，不敢脱离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因为一旦脱离，能源安全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好比乱世之中，大家都会抢着囤黄金，而在能源的乱世里，就是那个硬通货护身符。而且现在的美国早就不是当年的页岩油革命之后，美国已经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甚至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以前美国还需要担心油价上涨会拖累自己的经济，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中东乱局反而成了美国巩固能源霸权的工具。掌握了能源定价权，就等于掌握了全球经济的脉搏，美元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最后，咱们看看最直观的市场反应。冲突爆发之后，美元指数直接暴涨，最高至 3.8%， 全球避险资金疯狂涌入美元资产，美债、美元现金成了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不管你承不承认，在全球动荡的时刻，美元依然是大家默认的安全资产。资本是最聪明的，哪里安全就往哪里跑。冲突升级，恐慌情绪蔓延，资金抛弃欧元、英镑、日元，一窝蜂冲进美元，这就是美元短期最直接的优势。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会有另一种声音呢？因为前面也说了，这是短期优势。大哥要收保护费，前提是大哥必须得镇得住场子啊！大家保护费都交了，图的是什么呢？图的就是你能保我平安，保我航道通畅啊！问题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封就封，油轮伊朗说拦就拦，那这个保护费交的不冤枉吗？这么冤枉的保护费交个一阵子可以，时间久了还有人愿意继续交吗？所以就有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声音，伊朗冲突会成为去美元化的加速器，加速美元的衰落，动摇美元的根基。巴伦周刊引用了德意志银行策略师玛丽卡·萨基德瓦的观点，
美伊冲突反而有可能加速去美元化进程。有报道称，伊朗正考虑以人民币向中国出售石油，此举有可能会考验石油美元体系的根基，并对美元在全球贸易储蓄中的使用及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产生重大连锁影响。萨基德瓦认为，这场战争非但不会巩固美元的安全地位，反而有可能削弱它。当前冲突可能会通过挑战美国对海关基础设施的安全庇护，以及全球石油贸易的海上安全保障，从而暴露出更多裂痕。这场冲突可能会被铭记为石油美元主导地位走向削弱的关键催化剂，以及石油人民币崛起的开端。伊朗早就被美国金融制裁多年 ，SWIFT 系统早就把伊朗踢出去了。美元结算通道对伊朗本来就是关闭的，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之一。这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有强大的系统支持。中国的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现在每年的处理规模已经突破了25万亿美元，增速高达 32%， 而这个系统就是专门绕开 SWIFT， 绕开美元的独立金融通道。以前大家觉得 CRPS 只是补充，但是现在伊朗冲突已爆发，后面的情况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一切还要看战事的发展。虽然特朗普曾威胁对去美元化行为征收100%的关税，并警告相关国家若推动或支持任何去美元化的举措，就等于和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说再见。但是对比1971年越南战争时的情况，就会知道这完全取决于对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多久，花费多大。如果这场战争最后像越战一样变成一个旷日持久、花费巨大、伤亡惨重还久攻不下的无底洞，那还有多少国家愿意陪美国一起为这场战争买单就很难说。而且美元自身的致命隐患也正在被冲突无限放大。当前美国联邦债务约为39万亿，远超36.1万亿的法定上限。如果国会未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则很有可能面临技术性违约的风险。而假如说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被削弱，美国政府很快就会迎来更严厉的财务清算，其影响将波及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市场。美元是世界货币的时候，全球各国都要买美债，因为通过贸易所得到的美元是没有利息的。但是如果回流再投资于美国国债，那至少还有利息。所以只要美元是世界货币，那么就有国家会帮美国的债务兜底，美国因此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债和减税。但是一旦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动摇，全球各国开始抛售美债，减少美元储备，美国的借贷成本就会直接飙升，利息还不上，债务违约风险爆发，紧接着就可能是美元暴跌，美国金融市场震荡，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两条路径完全对立，一个是美元霸权加固，一个是美元走向衰落。其实一切完全取决于现在这场战争的走向，到底会是另一场深陷泥潭无法抽身的越南战争，还是美国能够速战速决，迅速平息局势，兑现他早在1974年6月8日就许下的承诺。那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沙特第二副总理阿卜杜拉亲王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宫签下了石油美元协议，核心承诺只有一条：为海湾国家提供可靠有效的军事保护，稳住中东，守住航道。顺便说一句，其实这个协议在2024年6月9日沙特就没有再续签。原则上从2024年起，石油美元体系就已经正式松动了，沙特可以灵活地选择多种货币出售石油，其中包括人民币、欧元和日元。美元也在2025年共建了10年来的最差表现。在美债有违约风险，美元与石油在脱钩边缘的2026年，这一场美伊冲突的爆发，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国运的豪赌。美国急需一场战争来让大家重新缴纳保护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